网上疯传的一份内部报告，让无数人瞠目结舌。中国无家可归人口已经高达2410万，比台湾全岛人口还多，是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加起来的总和。更惊悚的是，这组数字并未被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，而是由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牵头，全国34个省级调查机构偷偷摸底调查才得出的结果。根据报告内容，截至2025年5月，中国无家可归人口在短短5年里增长了 5.3 倍。你没看错，是 5.3 倍。这不是数据错乱，是社会在裂解。在2410万人中，有 61% 是33岁以下的年轻人，甚至包括大量还没成年就被家人放逐的孩子。25% 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爷孙俩相依为命，街头捡垃圾充饥的故事居然成了常态。而在2020年，这个比例是反过来的，65岁以上占 69%，33岁以下只有 6%。这是彻底的年轻化、幼儿化、家庭破产化。这些人不是生来就该流浪的底层，他们当中有城市白领，有打工10年的产业工人，有送外卖为生的骑手，有破产的私营老板，有曾经穿西装开宝马的创业者。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被社会扔下了车。2025年的深圳不再只是高楼林立、灯红酒绿的创业天堂，更是全国无家可归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。在罗湖广场、福田 CBD、三河人才市场，你可以看到成片睡在地板上的打工者，他们铺着纸箱，枕着背包，穿着破衣，为的是节省1晚15元的旅馆费用，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乡。在广州，外卖员成了桥下原住民，白天送餐，晚上睡地，1000元1个月的合租床位对他们来说是奢侈。在上海，麦当劳成了唯一不驱赶流浪者的庇护点，通宵营业的门店里踏着躲雨、取暖、睡觉的人越来越多，门外寒风刺骨，门内蜷缩着绝望。北京则更复杂，在火车站广场、地下通道、立交桥下，不仅有失业工人和白领，还有外地上访者、流落的家庭，刚进城就被诈骗一空的年轻人。很多房东不敢把房子租给没有工作的人，这直接导致一旦失业，就意味着失去住所。在中国1线城市，失业等于流浪，等于生存危机。让人心寒的是，在这些数据背后，政府并没有为这2410万人设想过任何解决路径。在西方，政府通常将无家可归视为暂时状态，大部分2至6个月内能得到社会组织安置。数据显示，美国2024年无家可归人数为77万人，英国42.6万，法国30.7万，德国25.8万，日本仅3000人左右，占总人口比不到 0.002%。即便如此，他们都有衣有食，有医疗支持，有临时住房。在中国，这2410万人不仅无房可归，连饭都吃不饱。没有庇护所，没有食品银行，没有免费诊所，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数据公开平台关注他们的存在。最惨的是那些爷爷带孙子流浪5年，靠翻垃圾桶为生的家庭，他们每天都在死线边缘挣扎，却从未被体制看见。调查还显示，这些无家可归人群中 98% 曾有原生家庭，但由于亲情断裂、失业、破产、债务、暴力、缺乏救助等原因被迫离开原家庭。这不是个人失败，而是系统性崩塌，是原子化社会的全面显影，是一个本该团结互助的民族走向极端自保、自弃、自毁。政府冷漠，亲人绝情，社会嫌弃，一切都在剥夺人的最后尊严。曾经作为世界工厂的农民工，如今回不了乡，进不了城；曾经在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白领，
如今铺着纸板睡地铁口；曾经追求小康的年轻人，如今成了城市幽灵。2410万人，占中国总人口的 1.7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等于3个北京市的人口总和，等于整个台湾的总人口规模，等于把一个国家从地图上删掉，却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。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报告指出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并未露宿街头，而是蜷缩在网吧、汽车、废弃楼房或地下空间，他们被统计遗漏，被制度排斥，被社会遗忘。这些隐形人才是真正的社会底层，是中国所谓现代化的最大代价。当一位实地走访深圳、广州、上海的中国博主发布了夜间城市的实景照片时，留言区炸了。这就是我们吹了30年的 GDP 奇迹吗？中国 GDP 世界第2，居然容不下一个爷孙俩。什么时候我们才不用在睡觉这件事上也要抢地盘？而最扎心的一句评论是，中国人最怕的不是贫穷，是突然失去所有。这句话正好说中了2410万人的命运本质。他们中的许多是从城市中产跌落下来的。调查数据显示，在2025年无家可归者中，33岁以下的人群高达 61%。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。这群人曾经是中国希望的一代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有工作，有房贷，有信用卡，有婚姻，有孩子。他们是中国所谓中产阶级的主力军。但一场经济寒冬让这一切像泡沫一样破碎。房地产下跌，他们的房子从资产变成债务地狱。外企撤资，国企裁员，稳定工作不复存在。消费萎缩，创业失败，副业梦全线崩溃。孩子要上学，老人要看病，他们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。于是，他们只用了半年，甚至3个月的时间，就从中产跌落成了零产。很多人一开始是靠刷信用卡、套现、借网贷硬撑生活，直到债务爆炸，房子被查封，家庭关系崩裂，然后失业、无房、无依靠，最终睡到了立交桥下。这一切变化得太快，他们甚至来不及绝望。因为他们曾经拥有，所以他们更愤怒；因为他们了解城市运转逻辑，所以他们更懂得反击。他们不是沉默的弱者，他们是潜在的制度掘墓人。这正是 MKS 理论中最可怕的变量——社会边缘新中产，也被称作断层中产。他们具备以下几个特征：有过体面人的经验，抗议成本低；了解制度规则的漏洞，善于组织与传播；精神落差极大，情绪极度不满；断绝关系网后没有牵挂，可以孤注一掷。一旦这2410万无家可归者中的一部分集结、组织、聚焦，将是任何体制都无法承受的震荡。中国不是没有钱，中国只是不想把钱花在这些人身上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地方政府负债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，但这笔钱用在了哪里？高铁重复建设，烂尾的制算中心，没人住的鬼城，接待外宾的巨型会议厅，永远亏损的国企改革试点。而花几千万元在1线城市建设庇护所、设立食品发放站、开设流浪者医院，没人提，没人批，没人批下来。甚至还有城市明文规定露宿视为扰乱秩序，动用城管深夜驱赶、扣押、罚款。深圳、北京、郑州都曾在2024年清理流浪者，而这些人不是垃圾，是人啊！讽刺的是，中国媒体仍在嘲笑美国街头帐篷区、法国的移民营地、日本流浪汉靠政府发便当过活。可他们的数据说明一切。美国的无家可归人口是77万，占总人口的 0.23%，
英国是 42.6 万人，占比 0.63%， 法国 30.7 万人，占比 0.46%， 德国 25.8 万人，占比约 0.3%， 日本的无家可归者不到3000人，占比甚至连 0.002% 都不到。但这些国家哪怕是经济再怎么波动，政府和社会组织都会提供食品、衣物、医疗救助、临时住所。在美国，大多数露宿者能在2到6个月内获得安置，平均流浪时间不超过13个月。而在日本，几乎所有露宿者都能获得政府每月补贴、医疗卡，甚至能安排进入社会住宅。反观中国，2410万无家可归者，占全国人口的 1.72%， 是美国的31倍，是日本的8033倍，是全球无家可归人口的半壁江山。但政府从未认真承认这个数字的存在，更没有像样的社会安置机制。他们睡桥洞、躲厕所、钻车里、爬进废弃楼房，没有饭吃，没有热水，没有人权，甚至没有数据。当别的国家还在争取人道，中国却在拼命藏人。中国是现代化的伤疤开始流脓了。政府常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好是我们的目标，但这2410万人已经没有生活，只有生存。他们的存在就是中国社会撕裂的活标本。他们是房价泡沫破灭的牺牲品，失业潮和 AI 替代的第一波冤魂，体制冷漠的最大受害者，家庭裂变的触底者，社会失能的症状群。而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未来5年，这个数字只会继续扩大。